好，主播各位观众持续为您带来巴威台风最新现场。相信不少观众都已经有关注到我们目前所在的淡江大桥，因为这一次巴威对北台湾的影响特别的显著，所以呢，淡江大桥也启动了应变的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人行道跟旁边的机车道，如果在测到8级阵风的时候，通通就会封闭。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今天一早来，这个车流量就是明显的减少了非常多。不过你往后面看过去，其实还是有零星的游客，今天呢趁着雨还没下来就来打卡。不过你可以感受到，其实呢在这个桥上，我的头发都被吹到飞起来，因为桥上的风势本来就是相对大的，所以如果当8级阵风的时候，不管是人行道还是机车道都会封闭。那如果是车道的话呢，速限也会从80是降到30。那当这个阵风来到10级的时候，整座淡江大桥都会封闭。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天气，可能觉得好像是我们在恐慌，在吓唬观众，对不对？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现场观察到，你可以看到淡水呢，其实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而且呢，其实虽然下大太阳，对不对？但是偶尔就会下起阵雨，而且风可以感受到阵风越来越晚越强劲。那就是因为什么一直交代淡水的大家要严防呢？因为其实呢，淡水呢这一次它是在一个河口的位置，而且这一次台风走的路径呢，其实是一个类西北台，所以西北风灌进来，在淡水没有屏障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淡水河可能遇上大潮呢，就会造成一个海水倒灌的情形。那到时候呢，可能就会淹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今天放台风假，并不是要让大家来出游，来到这个淡江大桥来打卡的，其实是要把握这一段雨还没有下来的时间，赶紧做好防台准备，严阵以待。以上现场最新，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巴威台风虽然过去一夜持续的减弱，不过后续的风雨影响还是不容小觑。更多台风最新分析，时间交给我们的气象顾问贵宝哥还有舒丽。好的，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那这一节呢，我们气象时间请到了我们气象顾问吕贵宝。那顾问呢，待会会为大家来分析，还有说明现在整个巴威台风的最新动态。不过在这之前呢，来看到我手上现在这一张呢是修腾腾的最新一报的警报单。那同时呢，我们也投影了在这个整个警报单呢，在这个荧幕上。那现在呢，要跟大家说，当然了，现在巴威台风它呢又更近台湾了。目前呢，在台湾东方鹅銮鼻的东方差不多700公里的海面上，那强度的话，现在还是维持就是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哦。倒是呢，陆上警戒区域范围增加了，目前呢是多增加了基隆还有台北，所以现在呢整个陆上警戒的区域范围，也就是基隆、新北市、台北市、宜兰还有花莲，现在都在陆上的警戒区域范围之内。那海面上的警戒区域范围呢，除了原先也就是呢北部海面、整个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之外，现在呢包括了台湾海峡的北部也纳入了整个海上警戒的区域范围之内。那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700公里远哦，可是呢海面上的浪真的是滔天巨浪，因为目前呢台东已经测到了台东的附近海域已经测到了8.1米的浪高了，然后兰屿呢现在浪高也已经有7.2米了哦。可是呢，这个贵宝哥，我们要进一步拿这个下一张图来看就是卫星云图。巴威台风已经从强台减弱成中度台风了，而且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清晨它减弱的速度太快。我们从云图上，贵宝哥，我们可以看到云图上这巴威台风突然没有那种王者风范了。这减弱是为什么减弱的这么快？而且那个云图上，你可以看到它的云系变得好松散。是，我们可以回想到2天前，这个巴威台风它的台风眼很明显，是啊，然后它的环流结构对称密实，但是今天我们看台风眼看不到了，看不见了。然后它的环流结构虽然还是很对称，是因为它还是中度台风，是，但是它的结构已经松散了。对，尤其北边，尤其是台风眼北边变得更松散了。好，那呢，这个我们顾问吕顾问呢，他要从下一张图用数据来说话，对不对？来，我们看下一张图。那我们这张图是各种卫星资料来测量的，台风中心的风速。那我们来看，可以看到，从昨天开始，它的我们的强度就
直线的下降。对，好像在溜滑梯一样。到目前为止还在下降当中。哦，还在下降当中，也就表示说它还有机会减弱。因为呢，其实巴威台风它最巅峰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块，这个时候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60公尺哦，然后它就从58公尺，然后53公尺，然后降到51公尺。今天早上我起床一看，哈。近中心最大风速只有45公尺，哎，哦，贵宝哥，当然呢，这个是来显示它真的是像溜滑梯一样的在减弱它的一个风速，它的强度哦。可是原因到底是什么？是，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一张图。好，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哦，海温图。这张图是9号，就是昨天的晚上，昨天早上，那。从昨天开始，它就往西北走，对，走到了现在的位置，现在位置就是低海温区。那后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台风还是持续朝西北往低的海温线的区域在前进当中，也就是原本支持它最主要，当然海水的温度很高，可是它现在已经来到29。说实在，29跟30，你感觉好像没差别，而且中间也还是有一小段30度了。可是你看，它越靠近台湾，海水温度就更低了，变成28、27了。所以呢，如果按照海水温度来看的话，它应该会在持续减弱，对不对？是的。但是当然了，其实包括了整个巴威台风的减弱，它不只是海温，所以我们要从下一张图，顾问要进一步跟大家做分析。这张图是水系频道，对，那水系频道对这个中台或者强台来说，就是这个水系频道上面显示的太平洋高压，也就是比较深色的部分啊，深色的区域，就是真正的引导台风移动的死流场。对，好，那这个深色区域代表什么？代表高压，代表干冷的空气的区域。哦，是这样。所以这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从昨天开始，我们昨天开始这高压就持续的往北抬。哦，开始往北抬升了。对，往北抬，然后今天开始往东移。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台风会从昨天开始往西北移动的原因。是。好，再来第二点就是，因为它进入到干冷的空气的范围。那太平洋高压是逆时针旋转，所以它会把顺时针旋转，所以它会把干冷的空气带下来，带到台风结构里面。所以难怪这个结构会破坏的，对，非常快，非常快。其实从昨天我们就看到它的结构已经不对称了。那一般呢，大家就以为是垂直风切，可是事实上那个垂直风切并不是很强。我们的观察。垂直风切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干冷的空气，然后让它的整个结构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问贵宝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未来还会持续减弱吧？大概呢，来到台湾的时候，会是有机会变轻台吗？正如我们刚刚说的，它是进入到低海温区，对，所以它的强度预期还是会。持续减弱是，但是会不会到轻台？目前来看，因为我们距离已经很近了，是它的时间降到轻台的时间可能不够，所以它来侵袭台湾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台，还是中台。那会是在中台的上限吗？不会上线，不会上线，就是一个中度台风。但是呢，在这边我们要提醒大家，就算呢它呢已经减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但是呢它的环流结构还是相当大。是就算呢结构因为目前还是380公里吧，它有机会缩小吗？当然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缩小。但尽管如此，就算缩小到350，还是很大，对不对？我们从下一张图就要来告诉大家接下来从这个路径还有暴风圈我们顾问就要来解释了。大家对于风跟雨的影响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是的，那目前来看，最外圈是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对，好，那我们来看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呢？整个台湾2/3区域都是在7级风，这个时间会落在明天的中午所以呢，以7级风暴风圈来讲，2/3个台湾几乎都笼罩在这个暴风圈范围底下。那尤其呢，以这个路线的台风来说的话，其实冲击最大，当然就是北部、东北部还有马祖。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的圈，这个是什么圈啊？这是10级风的暴风半径。那这张图我们要特别
注意的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外围的环流的云带，对，逐渐的靠近台湾当中。是，虽然我们现在外面阳光普照，对，没错。可是我们要注意哦，这个云带马上就要进来了。那所以这个什么时候进来？就是今天的下午下半天开始慢慢进来。那我们北部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对，我们会快速的这些降雨会快速的累积，而且沿海也开始起风，所以呢，我们啊一直在讲啊，这一次呢，这个巴威台风因为它走得快，所以啊风的影响会比雨的影响来得明显，所以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呢，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到晚上，沿海可就是都有8到10级风了哦，甚至呢，在这个基隆北海岸啊，沿海这边东北角这边也有可能在晚上出现9到11级风，大台北地区大家是最关心，因为人口密度最高，也有7到8级风哦。甚至呢，到明天中午的时候，双北市区都不排除有机会挑战12级左右的强阵风。好，还有这个有没有基隆这个东北角这边13到14级，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算巴威台风减弱，反而这个环流范围非常的广泛，大家还是要小心防台。时间再交还给基莹了。部分在海峡的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都在警戒的范围之内。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这一段时间，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是有减弱的，主要是受到风切以及干空气溢入的影响哦，所以它的对流慢慢的比较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但是在过去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中心附近的对流又开始慢慢有建立起来的趋势，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它目前的风切以及海温的条件又开始慢慢的有利于它发展，所以目前它的强度我们认为是可以维持的。它的中心强度目前是每秒大约45公尺，相当于是45公尺。那另外的话，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大约是3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80公里。那接着的话，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首先，我们先来看浪的部分。在过去这段时间，从今天早上8点过去的8小时之内，在东半部都有明显出现巨浪的现象，尤其是在成功、台东以及兰屿的浮标，都有出现6公尺，甚至达到8公尺以上的浪高。其他的区域在宜兰以及花莲的浪高，以及马祖、东沙岛等等这些区域的浪高，也都有在慢慢增加的趋势，而且也有长浪的现象。那今天晚上，随着这个台风慢慢的靠近，我们台湾附近的浪高会在明显的增加。我们预计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各沿海都有可能会出现2到4公尺的浪高，尤其是在北部海面，甚至在今天晚上，甚至有可能也会出现3到5公尺的浪高。另外，在东半部都会有6公尺以上的浪高哦。那到了明天，台风逐渐的再更接近我们，来到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各地的浪高又会再更加增强，北部海峡北部以及东部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3到5公尺以上的浪高，甚至北部的近海、北部的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减弱下来。因此，今天早上7点56分，我们还是持续发布巨浪告警。告警的区域就是从宜兰的苏澳一直到台湾南端的恒春的满洲以及牡丹乡，这些区域都是在巨浪告警的范围，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从事观浪的行为。接着我们来关心雨量的部分。这个台风目前它的雨带正在慢慢的接近到台湾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宽广的整个云带慢慢的已经在接近台湾的东半部。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
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首先是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其他的影响。首先，今天我们还是持续发布高温资讯，主要是针对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中南部地区因为相对来讲都还是可以见到阳光，虽然有一些间歇性的下雨的情形，但是日照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内陆地区可能没有海风的调节，所以基本上还是容易会出现高温的情形。另外，在花东地区的话，主要是受到台风的背风面的影响哦，所以会有一些沉降焚风的作用。另外，在金门也是会有焚风的影响，所以都比较容易会出现高温的情形。再来，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哦。目前风力是还没有起来，不过我们预估在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各地的风势都会慢慢明显起来。我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在台风逐渐接近之后，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的这段时间，慢慢就会开始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他地区也会慢慢出现8级到9级左右的强阵风，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目前台风虽然风势以及雨势还没有非常的明显，但是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风势以及雨势还有对我们所有的影响都会逐渐的增加，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上的话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